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本深刻影响教育与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童年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玛利亚·蒙台梭利 （Maria Montessori）。她不仅是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和推崇。《童年的秘密》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籍，它更是一本揭示人类心灵成长奥秘的宝典。蒙台梭利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践，揭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仅关乎儿童的未来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成年后的我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在成年后能够自信满满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而另一些人却总是感到力不从心？或许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童年经历中。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儿童是成人之父这句话看似矛盾，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年的秘密，揭开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童年真相。1. 儿童的心灵是一个精神胚胎。蒙台梭利提出，儿童的心灵并非一张白纸，而是一个精神胚胎。这个精神胚胎在出生时就已经具备了某种潜在的发展模式，它引导着儿童去探索世界、吸收知识，并逐渐形成自我。根据蒙台梭利的观察，儿童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经历着一种精神胚胎的发育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身体胚胎在母体内的发育，但它是精神层面的。儿童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内在世界。理解这一点，家长和教育者可以更好地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节奏，避免过度干预。例如，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强调为儿童提供一个准备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选择活动，并在活动中自我学习。这种方法不仅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创造力。蒙台梭利在书中写道，儿童的心灵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神胚胎，它在适宜的环境中会自然地生长和发展。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自由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强的专注力和自律性。2. 儿童具有吸收性心智。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一种独特的吸收性心智，他们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中的信息。这种吸收不仅限于知识，还包括情感、态度和文化。儿童的大脑在出生后的几年里发育速度极快，他们通过感官和运动不断地与环境互动，并将其中的信息内化。这种吸收性心智使得儿童能够快速地适应社会，学习语言和文化。认识到这一点，家长和教育者可以更加注重为儿童创造一个丰富、多样且积极的环境，例如提供丰富的感官体验，鼓励儿童参与各种活动，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和鼓励。这不仅有助于儿童的学习和发展，还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适应能力。蒙台梭利在书中提到，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独特的吸收性心智，能够将周围的一切都吸收进去。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文化敏感性和包容性。3. 敏感期的重要性。蒙台梭利提出了敏感期的概念，指的是儿童在特定时间内对某些事物或活动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敏感性。这些敏感期是儿童学习和发展特定技能的关键时期。根据蒙台梭利的观察，儿童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对不同的活动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例如，语言敏感期通常出现在2到6岁之间，这个时期的儿童对语言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天赋。了解敏感期的存在，家长和教育者可以更好地抓住儿童的学习关键期，提供适当的学习机会和资源。例如，在语言敏感期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鼓励儿童多听、多说、多读。这不仅有助于儿童的语言发展，还能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兴趣。蒙台梭利在书中写道，敏感期是儿童心灵的一道光，它照亮了儿童发展的特定领域。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敏感期内得到适当引导的儿童，往往能够更快地掌握相关技能，并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效率。4. 自由与纪律的平衡。蒙台梭利强调，自由与纪律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2个方面。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而自律则需要通过自由的经验来培养。儿童在自由的环境中，能够更好地探索自我，发展自我控制能力。然而，这种自由并非放任自由，而是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内进行。蒙台梭利认为，纪律并非外部强加的，而是儿童在自由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内在秩序。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强调为儿童提供一个有准备的环境，让他们自由选择活动，并在活动中自我学习。同时，通过设定合理的规则和界限，帮助儿童建立内在的纪律感。这种方法不仅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还能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蒙台梭利在书中提到，自由是儿童的天然权利，
但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自由与纪律之间找到平衡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和自律性。感官教育的重要性。蒙台梭利非常重视感官教育，认为感官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他设计了一系列的感官教具，帮助儿童通过感官体验来学习和发展。感官是儿童接触外界的主要途径，通过感官体验，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发展认知能力。蒙台梭利认为，感官教育不仅有助于儿童的学习，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力、专注力和判断力。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感官教具被广泛应用。这些教具设计精巧，能够有效地刺激儿童的感官，促进他们的感知发展。例如，色彩鲜艳的积木、形状各异的拼图、质地不同的布料等，都可以帮助儿童通过感官体验来学习。蒙台梭利在书中写道，感官是儿童心灵的窗户。通过感官教育，我们可以打开这扇窗户，让儿童更好地认识世界。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感官教育中受益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感知能力和学习兴趣。儿童的自尊与自信。蒙台梭利强调，自尊和自信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儿童的自尊心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而自信心则需要通过适当的挑战和成功经验来培养。自尊和自信是儿童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自我价值感需要得到肯定和尊重，而自信心则需要在不断的成功经验中逐渐建立。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强调为儿童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例如，通过设置不同难度的任务，鼓励儿童尝试和探索，并在成功后给予积极的反馈和鼓励。这不仅有助于儿童的自尊和自信，还能培养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蒙台梭利在书中提到，自尊和自信是儿童心灵的基石，只有在这块基石上，才能建立起健康的人格。他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在自尊和自信方面得到良好培养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通过以上对童年的秘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儿童心灵的奥秘，也为我们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他的思想挑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节奏，注重感官教育和自由与纪律的平衡。如果你希望更好地理解儿童的心灵成长，或者希望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找到更有效的方法，那么《童年的秘密》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我鼓励大家不仅要阅读这本书，还要尝试将书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相信我，这将是一次充满惊喜和收获的旅程。让我们一起揭开童年的秘密，走进儿童的心灵世界。通过理解和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我们不仅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也能从中找到我们自身成长的启示。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儿童是成人之父，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方式，为儿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你对童年的秘密的阅读兴趣，并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和思考。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